同道大叔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谭健次，朋友们都叫我健次。接下来就请多多指教。东聊聊西聊聊，天真程度1到5分打分的话，大概是几分？4分，也不是天真吧，我觉得我愿意相信是好的。是很容易被骗的类型吗？对，也分事儿，也不是什么事儿都容易被骗，骗我钱比较难。没钱。如果我现在给你变个魔术，其实它有一个小仓鼠，你会相信吗？哦，那可能我是2，没有那么天真。但是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小仓鼠的衣服吗？你不是不信吗？我是配合你的演出。难懂程度1到5分打个分。5吧。 I love you, boy. 我自己都不太懂我自己。容易害羞程度1到5分打个分呢5分吧。你叫粉丝宝贝和粉丝叫你宝贝，难道会更不好意思呢？粉丝叫我宝贝吧，因为他们总在公众场合叫我宝贝，还有一些路人听到我就觉得我很社死。叫你老公是不是觉得不好意思吗？公众场合这么一叫，肯定会有一点社死。但比如说偷着，而且倒也不用偷着，他也没机会偷着，就在网络上啊，就评论里看到啊，或者说是演唱会上啊，这些都 OK 的。路上叫你什么比较好一些？叫健次就好了。给自己情绪稳定程度打个分1到5分的话，4分吧。我喜欢情绪稳定的人。自恋程度1到5分打个分。4分吧。那我们填一口啊，谭健次是什么帅哥？谭健次是反应比较慢的帅哥。你觉得向导跟天秤座像吗？不像，他很果断啊，我觉得他想好的事情就10头牛的感觉都拉不回来。你觉得从向导的视角看，长相思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从相柳的角度看，他就是一个从出生他的命运就注定好的，就是要战死沙场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又遇到了小妖，遇到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女人，点亮了他的人生吧，妖生。向柳这次也是 BE 美学吗？BE 美学破碎。饰演完他以后，其实我觉得他对于观众而言他是 BE 美学，但对于相柳本身而言，我觉得是相互成全。其实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，同时也爱到了他该爱的人，成全了对方，成全了自己。对。夏天拍戴面具的戏，有没有想过被晒出印记之后要怎么办？那个面具真的挺遭罪的。拍长相思的时候是成年最热的时候，戴了那么一块看上去好像是冰做的一块面具在脸上，实则在那脸上都捂出痱子了，就是那种非常痛苦。那个面具每次一摘，里面的妆已经没有了，都是花的，因为它一捂就是1天，那种热是加倍的，闷是加倍的。经常有时候拍着拍着，我就要把面具摘下来，让皮肤透透气，不然就真的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那你最心疼向柳的地方是什么呢？最心疼穷。最穷的将军啊，压根就没钱，他是个逃犯，他哪来的钱？白发有戳很多人的审美点，你造型出来之后有受到周围人的赞美吗？有啊，工作人员啊，然后剧组啊、制片人啊、导演都有。这我就你采访问问别人吧，有没有觉得太好看了？我觉得还可以啊。这么多里面是怎么拍的？太好看了。向柳起一个很汤姆苏的名字吗？香柳不来修过来起毛豆，行吗？就是长相思中，你觉得苍玄、向柳、涂山璟对小妖分别有多少个信仰？一人一个吧，一人一个私心，每个人都有私心。不对，只有向柳没有私心，向柳没有信仰。向柳看似是用了最多招数在那儿整小妖或者说，但是他对小妖我觉得是最无私的一个。私下相处中会不会带有一些角色滤镜啊？多少有点吧。苍玄、涂山璟、向柳、赤水风龙，他们在相亲角的受欢迎程度排序。那向柳肯定排最后，不是穷的问题，他是一个人见人怕的一个魔头。大家都害怕他，你说他相亲他能有好结果吗？而且相柳蛋里孵出来他没有父母，他都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，他就整个一个妖怪，还相亲呢，没戏。其他人那肯定就是我觉得涂山璟会排第一吧，没有王权贵族的这样的压迫感，然后又有钱。苍玄呢肯定就有王权贵族，他要娶很多媳妇儿联姻。现代那现代就不好说了，一个官二代，一个富二代，不太好选择。赤水风龙其实反倒我觉得会比较受欢迎一些，够憨啊，够赤诚啊，够简单啊。你觉得在向柳心中，小妖可以排第几？我觉得小妖应该是排在第一的，紧随其后的应该是他的义父，义父其实就是他的事业。如果可以抛下一切，你希望平行世界的小妖和向柳的什么故事展开呢？海里的2条鱼吧。这37年就别上来了。迄今为止最失败的剪头发经历是
其实蛮多的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小时候我爸给我剪的头发，拿了一个那个碗扣在我头上，这样剪了一个蘑菇头齐刘海，剪得跟狗啃的似的，又是一个碗的形状，一个狗啃过的碗。那时候就很高兴，确实觉得丑。可以讲一个小时候的风云事迹吗？有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剪了一个什么发型，然后过几天学校就会有同款。你爸给你剪那发型？那还没到风云的年纪，对，那时候比如穿一件衣服也会有同款带货。但是你会装作就不知道吗？就还是那种高冷的形象。基本上就知道，但是不会怎么样，对，心里面想，哎，上哪找到的？那一半搞笑是加分项还是必要项？加分项，不需要必备。你一眼喜欢的人会喜欢很久吗？也不一定啊，还是要看跟这个人有更深入的接触嘛。跟他接触以后，比如说他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或者说跟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本人不太一样，可能会失去一些好感吧。什么样的人会让你觉得比较加分？你第一眼看上去好看，好看可能就是敲门砖嘛。那大家都会看到好看的，肯定都会多看两眼。在横店期间都和谁约饭吗？说实话，真的没跟谁约过饭。我在横店那段期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，我记得我们组里的小伙伴们他们一起吃饭，我一次都没参加过。在饭店如果遇到其他不太熟的艺人，你是社恐状态还是社牛状态呢？我觉得正常状态吧，点头笑笑这样，谈不上社牛，社杂吧，牛杂。平时跳舞的时候是怎么拿捏那种舞蹈慵懒感的那个劲儿的？其实这个我没想过，就是好像都是网友给我定义的，就说哎呀，我的要死不活的慵懒感。其实可能就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吧。你会介意别人说你在剧里面会更有魅力一些这种说法吗？不介意啊，那证明我塑造的角色是成功的。你看过自己最多次的舞台是？近期最多次的应该是 I'm Get It 吧。这几年发的第一首属于自己的单曲，有舞蹈视频，然后看到这个舞蹈视频被大家一直在翻跳，其实很开心。然后自己也会去看一下自己的舞台，然后自己的练习室版本，看看到底哪里还可以更好。东玩玩西玩玩，销售奇才，在不知道物品的情况下推销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个东西跟你有关系，就跟我有关的就得买啊。适用人群多吗？适用人群肯定多啊，因为我也是人呢，用它的人应该就是像我一样的，就是好人才用的。那这个男女有区分吗？男女没有区分呢，都可以用。那敏感肌适用吗？敏感肌肯定也适用吧，因为这个你自己是比较喜欢用这个东西是吧？我喜欢用啊，我不喜欢用我为什么推销给你们？一般一天要用几次啊？一天用个5、6、7、8次吧。就是每次感受大概是？早上晚上感觉都一样啊，就是好啊。价格大概多少合适？价格大家看着给呗，能给点是点，5、6、7、80吧。谭健次的么么哒。那你可以给他一个么么哒的镜头。么么哒。想要好玩、好准、好犀利的星座，就看同道大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谭健次。那由我主演的《长相思》就在腾讯平台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。这里面有非常好的故事，非常好的人物，希望它能够陪伴你的每时每刻。我们现场可以搜谭健次白发，然后读1到2条内容吗？相柳白发都在对比，那你会怕对比这件事吗？我不怕对比啊。谭健次这个白发状态太绝了，看不过瘾，长得这般好看，破碎感绝了，期待长相思。我记得以前有些男明星白发造型时，有人会说怎么不把眉毛也染白，有点违和啥的。但谭健次好绝，一张脸照样杀疯了。不是，哥们儿，怎么可以这么美？白发一出来，一整个给我惊艳到了，清冷孤寂，眼神里都是东西。